风水师抄起桃木剑就往土里扎，奇怪的是他不仅一点都扎不动，反倒从地下传来了恐怖的声音。这老小子当场就吓得脸色煞白，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啥邪乎事没见过啊，可今儿个这阵仗属实给他整得脑瓜嗡嗡的，他还没缓过神儿，结果旁边嗖的一下窜出一条毒蛇。大师心里咯噔一下，心想这底下指定是个极阴的大古墓，于是赶紧点上蜡烛，摆好香案，开坛做法，还专门找了个属猪的老弟来辅助。人家越南那边有老讲究，说是属猪的阳气最旺，能驱散一些脏东西。紧接着一顿神神叨叨，比比划划，仪式总算整完了。工人们抡起铁锹就吭哧吭哧往地下挖，可挖着挖着可就出大事了，一口通体漆黑缠满铁链的棺材显露出来。4个人刚把棺材抬起来，可碗口粗的棒子突然毫无征兆断开，棺材瞬间又掉进坑里。老话讲，棺木坠地必死无疑，这可是大凶之兆。看来这墓主人根本不愿意出去。今儿个在场的这群人看来都凶多吉少了，真羡慕你在手机电量带80刷到这部越南真实民俗恐怖片《开棺》。片中所有的民俗禁忌和风水仪式都源自越南本土习俗。由于接下来的剧情过于诡异，强烈建议艾特你胆儿肥的朋友一起观看。这口邪门棺材埋葬地的主人是阿伟，这小子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，本来是想卖块老家的地还赌债，结果挖出这么个要命的玩意儿。风水大师瞅着这架势脑瓜子都疼，劝阿伟赶紧把棺材重新埋回去，别给自己找不痛快。可阿伟哪能听进去啊，赌债压身，债主天天堵门，这地不卖他就得睡大街，咬咬牙就让人把棺材先抬回自己家，想着择个吉日再处理。可他不知道，这一抬就算是走上了不归路了。说巧不巧，抬棺材的板车刚走没2步，车轮子咔嚓一声就崩飞了，一根钢筋跟长了眼似的，直接扎进一个村民的大腿里，鲜血瞬间就把裤子浸透了，那哥们儿疼得嗷嗷直叫。周围人都吓傻了，都说这是意外，可大师心里门清，这事儿不简单。好不容易连拖带拽把棺材弄回阿伟家，费了老大劲，终于把这棺材给弄开了。可奇怪的是，这里面根本就没有尸体，而是一个浑身贴满符纸的人形木偶。最吸引人的还是木偶脖子上那金灿灿的项圈，一看就价值连城。一帮人围着棺材就开始犯嘀咕。村里的赌鬼小胖眼睛直勾勾盯着棺材，心里早就打起了歪主意。这小子平时就游手好闲，欠了一屁股赌债，早就想捞笔横财翻身。当天半夜，小胖就偷偷溜进了阿伟家，趁着夜深人静撬开了棺材盖，一股刺鼻的腐臭味扑面而来。小胖也不管什么符咒不符咒，伸手就把项圈摘了下来，揣进怀里就想跑。可就在他转身的功夫，眼角余光瞥见木头人的脑袋居然动了一下，那眼神直勾勾盯着他，跟活了似的。小胖吓得腿都软了，裤裆都快湿了，连滚带爬就跑了。第二天一早，小胖就揣着项圈跑到镇上的赌场，想把项圈当掉换点赌本，翻本捞一笔。可赌场老板也是个老江湖，一眼就看出这项圈不对劲，说这是阴物沾了不干净的东西，顶多值个250万越南盾，折合人民币才600多块。小胖心里可不甘心，但也就是他拿到这个项圈的那一刻，诡异的事情就开始了。这个鬼魂如影随形地跟着他，吓得小胖屁滚尿流地往家跑。可事情哪有这么简单，就在路过一座吊桥的时候，桥面突然疯狂摇晃，跟地震了似的。小胖死死抓着栏杆，吓得魂都快没了。好不容易等桥面稳了，刚往前走2步，桥头赫然站着个黑衣女人，眼睛直勾勾盯着他。小胖本能地往后退，可那女人跟瞬移似的，转头就到了他身后。下一秒，小胖就跟丢了魂儿一样，呆愣愣地爬上了吊桥，一头栽进了水里。第二天一早，小胖的尸体就被村民捞上来了，浑身泡得发白，眼睛还瞪得溜圆，一看就是被吓死的。可村里的人都觉得是他自己失足落水，没人往邪乎的地方想。唯独村里的另一个赌鬼小猪心里跟明镜似的，因为他昨晚偷偷看见小胖溜进阿伟家，知道这小子肯定是偷了棺材里的东西，也知道那项圈指定在小胖身上。当天晚上，小猪就趁黑溜进了停尸房，这小子也是个狠人，对着小胖的尸体就开始翻找，最后还真在他怀里找到了那串项圈。可就在他拿到项圈的瞬间，停尸房里突然刮起一阵阴风，
下一秒，小胖的尸体居然猛地睁开了眼睛，手还死死抓住了小猪的手腕。紧接着，小胖的尸体疯狂的抽搐，嘴里还不停喷着黑血。小猪吓得魂飞魄散，拼了老命才挣脱开，连滚带爬跑回了家，把项圈藏在了梳妆台的夹缝里，心里还想着等风头过了，就把项圈卖个好价钱。可他千算万算，没算到自己的老婆小花会发现这串项圈。小花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无意间翻出了项圈，看着金灿灿的，还以为是小猪给自己准备的礼物，心里还美滋滋的，想都没想就戴在了脖子上。这一戴可就坏事喽！小花刚戴上项圈，身后就伸来2只冰冷的鬼手，接下来恐怖事儿就来了。都这样了，这女人还不忘戴那个邪门的项圈。可下一秒，小花这下子真的吓尿了。可这还没完，家里的收音机突然自己打开了，发出刺耳的噪音，跟锯木头似的，听得人头皮发麻。小花想伸手去关收音机，可身体根本不受控制，一根麻绳头顶上掉了下来，紧接着开始自动打结。高能来了，宝贝儿！就这样，小花被女鬼活活吊死了。等小猪醉醺醺回到家的时候，一眼就看到小花悬在房梁上的尸体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脖子上还戴着那串要命的项圈。小猪的酒劲儿瞬间就醒了，抱着小花的尸体哭天抢地。处理小花后事的正是阿伟的妻子阿玉，这姑娘是村里的入殓师，天天跟尸体打交道，按理说胆子应该挺大，可看到小花的尸体，她也吓得心里直发毛。小花的大拇指以一种诡异的角度折断了，怎么掰都掰不回来，这在民俗里可是大凶之兆，说明死者是被邪祟缠身，怨气极重。下一秒，尸体跟小胖死的时候一样，浑身抽搐，口喷黑血，这可把阿玉给吓傻了，把项圈装进包里，拔腿就跑了。因为阿玉也是个被赌债逼疯的人，心想着把项圈卖了就能还赌债了。可走在半道上，就看到村口的大树上吊着一个人，阿玉鸡皮疙瘩瞬间炸了。关键是这女鬼飘忽不定，接连的闪现把阿玉吓得两腿发软。下一秒，阿玉玩命的往回跑，一进门就把怪事告诉了阿伟。可阿伟并没有当回事，可自打项圈进了阿伟家，家里就开始怪事不断。这还没完，到了第二天早上，阿伟和阿玉的小儿子总是对着空气自言自语，有时候还会突然放声大哭。阿玉一开始还以为是孩子想磨人，可后来自己也总觉得背后有影子跟着，走路的时候总觉得有人在后面吹凉气，晚上睡觉连灯都不敢关。没过几天，村里举办庙会，那叫一个热闹。阿玉想着人多阳气重，能压住邪祟，他还特意戴上了那串项圈，打扮得漂漂亮亮的，跟阿伟一起去逛庙会。可他还不知道这些怪事儿正是这个项圈带来的。就在俩人刚坐下想吃点东西时，阿玉就瞥见人群里又出现了那黑衣女人，正直勾勾盯着他，跟之前害死小胖的那个女鬼一模一样。阿玉吓得手一抖，手上的汤全洒在了身上，于是他借口去厕所洗衣服，就匆匆离开了。可刚进了厕所，那个女人似乎也跟了进来。下一秒，门突然自己锁死了，一只鬼手从隔间下面伸了出来，死死抓住了他的脚腕。冰凉的触感瞬间传遍全身，阿玉吓得嗷嗷直叫，拼命拍打房门。好不容易等门自己打开，阿玉连滚带爬跑回庙会，却发现儿子不见了，而那个女鬼居然抱着他的儿子往庙会外的荒山跑去。阿玉瞬间就疯了，护子心切的他什么都顾不上了，一路狂追，从热闹的庙会追到了偏僻的深沟边。
女鬼突然停下脚步，抱着孩子就跳下了深沟。阿玉赶紧冲过去，可等她走到跟前，连个人影都没看见。可再一转身，阿玉一头栽了下去，生死不明。这边阿伟在庙会里找了半天，最后才从村民嘴里得知阿玉出事了，被送到了医院。等他疯了似的赶到医院，医生却摇了摇头，告诉他阿玉已经没了。阿伟当场就崩溃了，好好的一个家就这么散了。他怎么也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顿时感觉天都塌了。当天晚上，天空突然下起了暴雨，电闪雷鸣的医院的停尸房里，阿玉的尸体也开始毫无征兆的抽搐起来。就在这时，一只巨大的蝙蝠撞破窗户，径直钻进了阿玉的嘴里。下一秒，阿玉猛地睁开了眼睛，身体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抽搐着，他居然活过来了。而此时的阿伟正在走廊里签死亡证明，根本不知道一场更大的噩梦正在等着他。等阿伟签完字回到停尸房，发现阿玉的尸体不见了，他心里又惊又喜，顺着脚印一路追寻，最后居然在自己家里找到了阿玉。阿玉坐在屋里跟没事人似的，还说自己饿了。阿伟虽然觉得诡异，可死而复生的狂喜让他暂时忘记了恐惧，赶紧下厨做了一桌子阿玉爱吃的饭菜，心里还想着老婆终于回来了。可阿伟很快就发现不对劲了，阿玉看着满桌的饭菜根本不动筷子，只是趴在桌子上用鼻子使劲嗅着，那模样就跟个野兽似的，看着让人毛骨悚然。没过一会儿，阿玉就直挺挺地晕倒了。阿伟把他抱到床上，才发现他的身体冷得像块冰，丝毫没有活人的温度。这时候阿伟心里才咯噔一下，意识到事情不对劲。第二天一早，阿伟被一阵奇怪的声音吵醒，顺着声音走到厨房，眼前的一幕差点把他吓尿了。阿玉正蹲在角落里，手里抓着一只活蹦乱跳的鸡，连毛带血的往嘴里塞，那眼神就跟疯狗一样，没有一点人性。阿伟吓得连连后退，这人绝对不是自己老婆。阿伟赶紧跑到风水大师那里求助，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，还问大师是不是真的有借尸还魂这回事儿。大师听完脸色凝重，道出了一个尘封了几十年的秘密。这秘密一出口，直接让阿伟如坠冰窟，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。原来几十年前，村里有个女人刚生下的孩子不幸夭折了，这女人悲痛欲绝，为了让孩子复活，居然偷偷修炼邪术，想要逆天改命。可这种有违天理的事儿被村民们发现了，大家都觉得她是妖女，就把她绑起来活活烧死了。可这女人的怨气太重，根本散不了，大师没办法，只能把她的怨魂封印在那尊木头人里，还把孩子的骨灰埋在了后山。那串项圈就是镇压怨魂的钥匙。大师还告诉阿伟，被怨魂附身的人有3个明显的特征，浑身散发着腐臭味，走路踮着脚尖，疯狂爱吃生食。阿伟一听，瞬间就明白了，家里的那个阿玉根本不是他的妻子，就是那个被封印的怨魂借着阿玉的身体复活了，目的就是为了找到阳气纯净的婴儿，复活自己的孩子。阿伟疯了似的跑回家，想要把孩子藏起来，可还是晚了一步，阿玉已经抱着孩子往后山去了。他要在自己孩子的忌日完成最后的仪式，复活自己的孩子。阿伟一路追往后山，正好看到阿玉在地上画满了血腥的符咒，把孩子放在祭坛中央，嘴里还念着诡异的咒语，周围的阴气重得让人喘不过气。阿伟想都没想，抄起一根木棍就冲了上去，想要把孩子抢回来。可他就是个普通人，根本不是怨魂的对手，反手就把他掐住，扔小鸡一样就被打飞了几米远，重重摔在地上，疼得他差点晕过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风水大师及时赶到，拿出法器就跟怨魂缠斗起来。可当天是怨魂的忌日，怨气暴涨，就连大师也根本不是对手。没几个回合，大师就被怨魂打得节节败退，最后被怨魂抓住，狠狠摔在地上，树枝瞬间贯穿身体，当场就牺牲了。但大师用自己的命给阿伟争取了逃跑的时间。阿伟趁机抱着孩子一路跑回了家，知道这是最后一搏，必须跟怨魂决一死战。阿伟在家里布下了陷阱，把捕兽夹放在门口，又准备了大网和火把，就等着怨魂上门。没过多久，怨魂就循着孩子的哭声找来了。阿伟拿出弓弩，毫不犹豫射了出去，一箭命中女人脑袋。可对于恶鬼来说根本不算事，一脚踩中了捕兽夹，疼得他发出凄厉的惨叫。阿伟趁机甩出大网，把怨魂牢牢罩住，用绳子把他绑在了院子里的木桩上。阿伟看着眼前这个披着妻子皮囊的怨魂，心里又痛又恨。他举起火把，想要把怨魂和妻子的身体一起烧掉，彻底除掉这个祸害。可就在火把即将落下的时候，怨魂突然用阿玉的声音喊着他的名字，求他放过自己。
大人。阿伟的心瞬间就软了，毕竟这是他妻子的身体，他实在下不去手。可就在他犹豫的功夫，天空突然电闪雷鸣，一场暴雨倾盆而下，瞬间就把火把浇灭了。怨魂趁机挣脱了束缚，眼看不妙，阿伟赶紧跑回家，他必须要赶在女鬼回来之前带走孩子。果然女鬼紧跟其后，阿伟迅速把孩子藏进院子里的木箱子里，抄起木棍就准备去跟女鬼决一死战。可这女鬼实力变态，阿伟根本过不了2招。这时孩子哭声吸引了女鬼，眼看天空电闪雷鸣，阿伟灵机一动，把电线缠在了女鬼脖子上，可还是被女鬼一巴掌扇下了楼。这女鬼真是生命力顽强，摔下来后一把死死掐住阿伟，眼看阿伟即将断气。就在这生死关头，阿伟的叔叔婶婶及时赶到，救下了阿伟。可接下来的一幕直接让阿伟的世界观崩塌了。叔叔婶婶看着他，眼里满是心疼和无奈，含泪告诉了他一个残酷的真相，直接把阿伟从地狱里又拽进了更深的深渊。原来阿玉早就死了，根本没有什么怨魂附身，也没有什么被诅咒的项圈，更没有什么风水大师驱邪，这一切都是阿伟精神失常后幻想出来的。阿伟因为赌博输光了所有家产，还欠了一屁股赌债，走投无路之下，只能带着怀孕的阿玉回乡下老家避难。可在路上却发生了严重的车祸，那场车祸让阿玉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当场就没了，只有阿伟侥幸活了下来。这个打击彻底摧毁了阿伟，他根本无法接受妻女离世的现实，精神彻底崩溃了。在一个深夜，他偷偷跑到墓地，亲手挖开了阿玉的坟墓，把阿玉的尸体抱回了家，每天对着尸体说话、吃饭、同床共枕，假装阿玉还活着。他的大脑为了保护他，强行构建了一个恐怖的幻觉世界，把自己的烂赌、贪婪全都推到了阿玉身上，把阿玉生前最爱的结婚项链幻想成了索命的项圈，把自己的丧妻之痛外化成了一场怨魂复仇的闹剧。他在自己编织的谎言里扮演着一个勇敢的丈夫和父亲，却不敢面对自己才是那个害死妻女的罪人。叔叔婶婶没办法，只能把阿伟送进了疯人院。回忆起那场致命的车祸时，所有的幻觉瞬间崩塌，就像被暴雨冲垮的沙堡，连一点痕迹都没留下。他终于明白，自己一直活在谎言里，那些所谓的恐怖和诡异，都是自己内心的愧疚和绝望幻化出来的。这部开棺表面上是一部民俗恐怖片，有棺材，有怨魂，有各种诡异的民俗禁忌，可看到最后你才发现，最恐怖的从来都不是鬼，而是人心。贪婪让小胖和小猪丢了性命，执念让阿伟活在幻觉里无法自拔。我们总想着逃避痛苦，却忘了直面现实才是最难的事儿。阿伟撬开的不是棺材，而是自己不敢面对的现实，他心里的裂缝才是真正吞噬一切的深渊。这部电影最狠的地方，就是用恐怖的外壳包裹着一个无比现实的内核。看完之后，不仅让人后背发凉，更让人心里发酸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，我是听雨，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了个拜。